大家好，我是雪梨。最近全球范围内新冠变种 Omicron 大爆发，对于一个打过疫苗的人来说，感染上病毒意味着什么？感染之后症状又是怎么样的？得病之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？想必这也是很多人都会去关心的问题。这支视频我就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染和自愈的经历，仅供大家参考，希望能够有所帮助。先说说我是怎么感染上的。圣诞节期间，我是跟朋友一起去 LA 玩，有些地方人很多，虽然大家都有戴口罩，不过那里的人流量确实相对较大，有感染的风险。我自己推测也是在那段期间感染上的。奇怪的是，跟我全程一起玩的小朋友安然无恙，没有症状，而且他也进行了连续的自测，将近2周，全都是阴性。这个经历就让我想到了最近 Nature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，得出的这个结论跟我的经历倒是两相呼应。所以 Omicron 的感染性个体差异还是挺大的，也不确定其中有没有什么规律。不过希望大家都是那一批不会被感染上的人。初始症状1：极度疲劳。在 LA 的时候，我还没有任何的感染症状。回到家的第2天，开始隐隐的觉得身体的状态就不是很对了，特别的疲劳、嗜睡。在那一天，我直接白天睡了几乎整整1天，到了快晚饭的时候才起来。因为我本人作息不是很规律，所以时不时的也会出现这种睡一整天的情况。因此当时也没有想到说是感染新冠，只是觉得有点疑惑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会那么虚弱。症状2：早上起来嗓子干，隐隐作痛。因为第2天休息得很好，我到了第3天和第4天就没有之前的那么疲劳了。不过早上刚醒来的时候，还是会觉得嗓子很干。当时觉得也还好，因为白天起来之后多喝了一些水，嗓子就不那么难受。所以当时觉得可能是因为家里的空调开得太大，晚上吹了一整晚的空调，身体极度缺水才导致的口干舌燥。症状3：嗓子、扁桃体明显疼痛，鼻子堵。到了第5天，情况就不对了。我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感冒的症状，嗓子格外的疼，相当于扁桃体发炎，咽个口水都会明显的觉得疼那种。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可能是感染上了，就马上去做了当天的这个测试，晚上拿到了报告，确诊。第一反应就是先开始确认是否有感染到身边的人。我拿到报告的第一反应就是担心跟我有过接触的朋友，因为我自己症状其实还好，但是很怕说传染到了别人，给人家带来很大的麻烦，所以我当即就通知了跟我有过接触的朋友，让他们进行测试和短期的自我隔离，以防万一。庆幸的是最后都有确认，没有任何一个朋友被我感染到。确诊之后，第2反应，确定要怎么自我隔离。对我自己来说，当时唯一知道的就是要隔离，于是通知了朋友之后，首先就开始上网去查自我隔离的官方要求。在美国的 CDC 官网上是这样说的：从测试阳性的那一天起算是第1天 Day 1，从那天开始自我隔离。如果是独居，就在家中隔离；如果是与人同居，就在自己的房间之内进行隔离。隔离了几天之后，如果症状完全消失了，最早可以从第5天开始进行测试，确定测试阴性之后可以结束隔离。不过刚结束隔离出来的5天，还是需要在有人的地方全程佩戴口罩，做好防护。那我的情况就是有室友，所以我是在自己的房间之内隔离了10天，之后出房间，并且在出来的时候是全程佩戴口罩的。确诊后的第3反应，研究怎么康复。我是居家隔离自我康复。这2年新冠在美国，如果是感染上了，除非是重症，否则医生首先还是推荐自愈，因为确实也没有特效药。那因此我也没有联系医生，就是上网查了一下怎么样去缓解自己的症状。比如说我的症状就是嗓子疼、鼻子嗡，跟感冒相比差不多，所以我最后用的就是感冒药泰诺，然后喝了大量的温水，吃大量的维生素 C 去给身体提供能量的支持，增强抵抗力和身体的恢复能力。就这样我就自己在家里面隔离了7天以后，症状慢慢的就开始消失。我又继续隔离了3天，进行连续的自我测试，保证了阴性之后，就开始慢慢的恢复正常生活了。那在这里就跟大家整理一下我这段时间的每日症状总结。整体来说，我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，没有什么大的病史，感冒也不是特别的经常，平均2年得1次感冒。而疫苗我打了2针的 Pfizer， 没有打第3针 Booster。这一轮 Omicron 的爆发情况来说，可以确认的是，没有疫苗是可以100%预防中招感染的。不过官方数据统计说是，接种疫苗可以降低重症的出现的几率。那疫苗所以效果上主要还是在重症这个点上。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，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，因为我的症状确实也没有很严重。
今天我的这个新冠奥密克戎感染和恢复经历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进一步了解的问题，或者你自己关于奥密克戎的经历，欢迎留言分享。就讲到这里，拜拜。